让干旱少雨的沙漠出现江南水乡的稻田，这是异想天开的事情吗？点沙成金，沙漠种水稻。沙漠被称为地球的癌症，沙漠化问题也一直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。征服沙漠，解决荒漠化，早已是世界性难题。以往沙漠变绿洲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向往，但是现在就有人不信邪，想用沙子在沙漠里种出水稻。沙漠种水稻它意义非常重大，它有快速的生态恢复能力，同时又有当年就有经济效益。沙漠最大的问题就是干旱缺水，沙地养分少，渗水快，怎么能种水稻呢？在沙漠里种水稻，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？我们这个地方呢叫宝古土沙漠，它的总面积有1000平方公里。如果这片沙漠如果用我们技术的话，我可以肯定的说，都能把它变成稻田。荒地、沙地，尤其漏水漏得快的政府都通过这个技术都能够有效解决。在寸草不生的沙漠种水稻，在最缺水的地方种植最需水的作物，这事儿听起来就很匪夷所思。可是老秦他们又说得信誓旦旦，这事儿真的能做到吗？他们提到的技术又是什么高科技呢？水稻跟沙漠那是仇敌呀，没错啊。沙漠当中咱们知道啊，那简直就是生命的禁区啊。当然，其实沙漠的生物多样性也挺丰富的。但不管怎么说啊，这个沙漠地区，我们说缺水，这是一定的。在沙漠地区，除了一些耐旱的沙生植物之外啊，其他的任何植物到了这儿肯定都存活不下去啊。就像我们刚才说，你看啊，好不容易咱们讲沙漠地区，下点水，下点雨，天上降点水，但是哗哗哗全都渗下去了，根本保持不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沙漠地区啊，咱们一听就知道肯定是不能种水稻的。那水稻插秧的时候，那得有长时间是要在水里面生活的，这地方水都存不住，怎么可能种水稻呢？几千年来，人类一直与沙漠进行着抗争，想要征服沙漠，让沙漠不再给人类带来麻烦。但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。如今听到有要在沙漠里种水稻，我们的记者决定去一探究竟。这是沙漠呀，这水怎么能就是留在这儿呢？沙子一遇水，那水就渗下去了。对呀，在我们这个印象里，这个沙的水的遇到沙的肯定会往下渗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有一个我们的秘密武器，我们这种秘密武器也是一种沙子。的确，沙漠中浅层地表保水问题是世界级的难解之题。沙漠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漏斗，无论多少水浇上去，也能渗漏得一滴不剩。可是接下来，小宋用他所带的红色的沙子，在沙漠上给记者做了一个小试验，却让我们大吃一惊。那我怎么演示呢？就是我首先就是我这个沙子上我挖个坑出来。我把我的沙子铺到上面。要铺多厚啊？我们铺的话就是铺薄薄的1毫米就可以了。那我把这个沙子撒薄薄的一层，这样的话就是我铺那么薄薄的一层，在沙袋上面。那现在我再倒一些水下去。水都流在上面了。对，你看这个水。你看这个水是不往下渗的。对对对。对，你看在旁边的话。这是什么原理啊？小宋只是在沙漠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红颜色沙子，水就不往下渗了。
为什么这种红色的沙子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？可是这还不算完，他说他的沙子不仅能在沙漠里保住水，要想种水稻，让作物在沙漠中能生长良好，还得具备另一种功能。但是我这个沙子呢，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透气。这个透气，对，它都不透水了，它怎么透气啊？对，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呢，你会我有一个材料，透气和透水是两个相悖的，这么透气和透水是相悖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就能做到让这种沙子既能透气，又能阻水。我还是给你演示一下吧。啊，你看我这是取个杯子，我扎一个小眼儿。你扎了好几个小眼儿。对，我扎一些小眼儿，这样的话就是我加一些沙子进去。你看，我敲一下，这个沙子就下来了，说明这个眼儿是通的。对，这样的话，我倒一些水进来。好。哎，这水没有漏下去。对，你看水没有漏，这就验证了我们刚才那一个。那跟透气有什么关系？还是水不漏？对，这就验证了我们这个阻水这个功效。那这个另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它透气。我为了验证就是我这个透气性，我从下边往上吹一下。好。哎。有气泡，看出来了。对，你看，这个气体是可以通过的。那这样我这种沙子，这个杯底现在还是干的。对，这种杯底还是干的。还是干的，也没有漏出水来。对，然后呢，现在我把这个水倒掉啊。哎，你这沙子好神奇啊，真好玩。你看我这个沙子倒掉。你看里边的沙子。沙子还是干的。对。说明我这个沙子是阻水的，它和那个水相排斥。这沙子太好玩了，好神奇啊！这是什么原理啊？小宋展示的这种沙子叫透气防渗沙。说到这种透气防渗沙的原理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——秦升义。秦升义就是这种透气防渗沙的发明人，他也是硅沙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。那么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让普通的沙子既能透气又可以防水呢？其中这门核心技术，我们是从这个荷叶啊，你看水倒上去以后，我们小时候玩是吧？到荷塘里面这个荷叶玩的是把水一倒，像那珍珠一样一个样手，但是呢，它就天然的有一种增加水的表面张力的功能。后面发现我们是很多发明创造仿生的，学习了以后，实际最后一分析后，它是微纳结构。是我们沙的表面使用，我那时候就发明了通过微纳结构的一种方式来增加水的表面张力。水的表面张力到底会出现什么结果？我们通过一个小测试就可以直观看到。我们现在做一个小试验啊，这个试验大家在初中物理的时候应该老师都带你们做过。今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，回忆一下童年时光。我先拿一杯满满的水。再拿一个空的杯子，我往里面倒水啊，大家可以看倒一整杯，慢一点倒。满了，满了的时候呢，我还可以再加一点儿。它有一个小帽子，能看得到，这个水现在已经溢出来了，对吧？就没有洒出来，有一个小小的高台在上面，它高出杯壁差不多1到2毫米。这时候啊，我要再拿另一个秘密武器出来，硬币。这硬币啊，我一颗一颗的把它投到水里面，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，爸爸妈妈给我们讲的那个乌鸦喝水的道理一样，让这个水一点一点的再升上来。它能升多高？我能放多少枚硬币进去呢？我们来试一下啊！一枚一枚起，1枚，第2枚。大家注意啊，我的手是干的，没有接触到水面。2枚，这水已经明显溢上来了。第3枚，水面还在持续上升，可是它就是不溢出来。第4枚，
5、6、第7枚，第8枚，第9枚，第10枚，11、12，第13枚。钱生义发明的透气防渗沙能够固住水，就是改变了沙子的特性，从而改变了水的表面张力。简单一点说，钱生义利用特殊的物质，在普通沙子表面附了一层膜，就像为沙子穿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。而这层外衣具有微纳结构，从而让穿了外衣的沙子产生像荷叶一样的本领，具有超疏水、不吸水的特性。因此，落在沙子上的水会因表面张力的作用，形成水珠。在今天这个沙子上啊，我也能给大家实现这个在荷叶上的效果。我们模仿降雨啊，一滴一滴的小水滴、小水珠，慢慢滚落，最后凝聚变大，变成一颗大的水珠。给这个普通的圆沙敷一层膜，改变了水的表面张力，所以才能在沙子上实现这种神奇的效果。在显微镜下，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种附了膜的沙子和原沙特性上的差异。水与透气防渗沙表面的接触角会大于150度，所以水会形成一个圆珠，站在沙面上。但是，仅靠这种沙子就能在寸草不生的沙漠里种出水稻吗？好，现在在演播室里呢，咱们再给大家做一下测试啊！你看啊，刚才我们这是用的纯的沙子，这水倒下去存不住，自然就渗下去了。哎，我们现在呢换到另一边，我们中间是隔开的。这时候您看看再有什么变化？咱们这回多倒点水，哎，还是下雨啦，沙漠地区下雨啦，下雨，哎，您看到没有？水倒的再多，哪怕是快倒满了，这水呢？它都跑不掉，也渗不下去。可能您也发现了啊，估计奥秘就是在中间的啊这个红颜色的这一带啊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物质的存在，就可以保证啊，我们说下雨的时候雨水能够积存得住。这样一来呢，哎，种稻子也好，种树也好，就都可以存活了。虽然很难相信在沙漠中能种出水稻，但是当小宋带我们来到种植基地时，我们还是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。远远望去，远处依然是看不到头的沙地，可眼前却是金黄一片的成熟稻田。打扰您一下啊，我看您们现在正在那收割呢，是吧？是，正在收割。收成怎么样啊？这边收成还行，1亩地700、800斤。哦，这片地区以前就全部都是荒漠是吗？对，以前全是荒漠。那有人种水稻吗？这个地方？就是以前嘛，再往我们跟前这是没有，等到在这个远处有种的，这头几年说。哦。等到这个地方吧，算是就今年头1年吧。那远处他们种水稻是用这种方法种？他们不是，他们一般的都是一般咱用咱们那普通的塑料布，不就是的那个种水稻专用的膜。原来沙漠种水稻并不是新生事物，早在10年前就已经有人开始种了。不过那是把塑料膜铺在沙子底下，用来防渗漏，所以叫衬膜技术。你看这个是田埂，那田埂呢，这个就是那个衬膜的塑料膜，啊，这已经老化了。看，那这就是白色垃圾。的确，我们看到的利用衬膜技术种植水稻的沙地，几年之后被人弃之不用的土地，到处裸露着风化的塑料薄膜。而小宋自豪地说，他们使用的透气防渗沙是生态环保的，沙子取自沙漠，用于沙漠，不会对沙漠造成污染。我们所在的这个稻田下面呢，有一层我们经过处理的沙子。这种沙呢，就是来自那个咱们这个科尔沁沙地，经过我们的处理以后，我们把它铺到我们稻田下边，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水给保住。眼前这上千亩成熟水稻的稻田，看上去非常诱人。看来沙漠种水稻真的成功了。那这水稻到底是怎么在沙漠里种出来的？铺的话其实很简单的，就是
怎么铺呢？就是我们首先把我们这个原始地貌我们推平，推平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用挖掘机把这个沙子挖出来。原始地貌就是沙丘，对，就是沙丘啊，纯的就是这种沙子。我们它挖出来以后，然后我们把我们这种经过处理的沙子，我们铺到地下。铺到地下以后，我们再把这个我们挖出来的沙子回填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再处理再整平以后，这一块就是一块我们的稻田。在沙漠里种水稻，需要把沙地挖出80厘米的深坑，但是只需铺上2厘米厚度的透气防渗沙。您别小看这2厘米，2厘米厚度的透气防渗沙，每平米就可以承受39.5米深的水压。所以80厘米厚度的沙子对它来说只是微乎其微的重量，绝对不会造成漏水现象，而且是一劳永逸，可以永久使用。可是保水的问题解决了，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在沙漠里本就缺水，种水稻又需要大量的水，水从哪里来？实际上，缺水是大家是个误区。沙漠是地下水很丰富，它是浅层地表缺水。沙漠其实并不缺水。沙漠本身不缺水，但是太深了。这在地下，这浅层地表水植被根系吸收不到，所以它是荒漠化很严重。在内蒙古奈曼这个地区的沙地，浅层地表水只有几米的深度。以前种水稻只需要在原地打井，6、7米之下就是丰富的水源。而小宋说，他们在沙漠种水稻，地下水用的很少，不用地下水，地表又没有水，那这水稻要怎么种？沙漠种水稻最缺的就是水，透气防渗沙解决了沙漠地表渗水的问题，而在这沙地之下6、7米深就有丰富的地下水，这让沙漠种水稻成为可能。可是小宋又说，他们并不使用地下水，那种水稻的水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这个水的问题呢，我先给您卖个关子。在那边呢，有我们的做了一个隐形水库，这个隐形水库呢是埋在地下的。我们这个水稻所用的水，都是来的这个隐形水库的。走吧，去看看，被您说的太玄乎了，我还没见过是什么样的。你看前面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地下隐形水库。你看它是6边形的，那我们像是一个水井。对，像一个水井。这个我们管它叫做龟沙蜂巢结构地下隐形水库。龟沙。对，龟沙呢就是我们这个沙漠里边的丰泥沙。哦，龟沙就是这个板儿是吧？对，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龟沙，包括我们里边用的材料也都是龟沙。下面这块都是。对，都是，而且我们整个你看都是用沙子做的。那这个沙子和我们铺在那个水稻田里面的沙子是一样的吗？对，这种沙子和我们这个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沙子。处理方法也一样。对，处理方式也一样。原来这隐形水库就建在稻田的边上，而且全埋在地下，地面并不影响使用，主要收集天上的雨水、雪水，还有稻田里的水，回收再利用。仅占地100平米的隐形水库所收集的当年雨水和回收再利用的水，就能支持几百亩稻田的用水。打一杯。对，打一杯看一下。这个水是什么时候下雨？这个井是我们去年那个去年的雨水、对，去年夏天，然后一直在收集，然后一直在利用，一直收集到今年。对，你看这个1年了，对，大概有1年了。哇，好轻啊！对，你看这个水是比较轻的。几乎没有什么杂质。对，几乎没有什么杂质。这水直接可以喝了是吗？这水的话，我们这个井呢，如果是长期保存的话，这个水可以达到咱们3类地表水。3类地表水就是我们经过进一步的处理，我们就可以饮用的水。你看我们这个水呢，已经非常清了。其实我们那个直接喝也没什么问题。看我给喝一口。你们平时就喝这个水是吗？这个水我们平常也不喝了，因为这个水，因为这个是虽然是我们能达到3类地表水，但是它这个里边还是含有杂质的，但是看我们肉眼看不清楚。那平时这水主要是用来对，虽然说我们这个水这么清楚了，我们不会喝，但是我们主要是灌溉稻田，所以说这个水灌溉稻田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沙漠本就代表着荒芜贫瘠，以前沙漠里没有植物，不仅仅是没有水分，也因为沙子里面没有养分，植物难以存活下来。那么水有了，苗有了，仅仅依靠沙子，
水稻就能长好吗？在沙子里面几乎是没有营养含量的。既然说这个沙子里面它没有养分，那我们就是人为的给它添加。我们添加呢，我们不添加化肥，我们添加呢就是来自科尔沁沙地这个牛和羊它们产生的粪便，然后我们经过发酵以后，我们施入到地里边。我手上这个是对你没事粪便。对，不是，现在已经不是粪便了，它经过发酵以后，它已经成为肥料的。经过1年的时间，通过铺设透气防渗沙种出来的水稻终于成熟了。和传统衬膜技术在沙漠种出的水稻相比，还真的差别不小。这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用我们这个沙子做防渗，它这个根那个须根特别多，而且它根呢也比较长。我手里这2株呢都是那个稻花香2号。那稻花香2号的话，稻花香2号在东北的产量大概就是900、1000斤。那在我们这个南麦这个地区呢，种得好的话，也可以达到这个产量。我们今天呢看到这种神奇的沙子呢，其实应该讲是经过人类加工之后的沙子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形态。但是这个小小的改变，却让我们看到了啊，面对地球上大量的这种荒漠、沙漠地区啊，一个可能的改造的方式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年新的沙漠水稻种上的米。如今，生活在沙漠地区的农民不仅开发了毫无用处的荒沙地，还吃上了自己亲自种的有机水稻。在以前就是没种之前，现在就寻思这沙荒能种啥，啥也种不了。其实真正就是荒山一片呢，这些人也就是。